看一下，你自己多美。手放下来。就算你要裹一个沉重灰暗的表面，也要留一片满园春色来取悦你自己啊。再说，万一你突然遇到了喜欢的人，你可以瞬间从灰太狼变成小妖精。富于层次的女人才耐人寻味呀。我要工作。哎，不是吧，乔总，生日你都不放过自己啊？已经过12点了，不是我生日，这是另外一个工作日。也就是说，你并没有时间宠幸我了呗？朕还有奏折要批，退下吧。臣妾告退。生日快乐！如果可以的话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不奢求我们可以和好如初，但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请大喝咖啡啊！来，客气。这是温森特意给大家买的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我说啊，我们 Vincent 总可千万得晚点结婚，不然到时候集万千宠爱于一人，就不会对我们那么体贴了。有道理。谢谢。丁总，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。我们部门下个月有一个大客户临时要用一下多媒体厅。多媒体厅？对。多媒体厅这个月底就要为酷艺的发布会做改造了，我上个礼拜通知过了。哦，是，我知道，所以要跟您商量一下，看看改造的时间能不能推迟。这个客户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，而且我们正在跟对方谈下个年度的框架合作。酷艺对公司也很重要，我如果这个月底不开始改造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完成他们之前设计好的活动方案。这次情况比较特殊 ，Q4嘛，酒店的场地不好定，谁都知道。但是客户呢寻求我们帮助，我倒是觉得这一次是一个维护好客户关系的机会。所有市场活动的档期都是要提前协调好的，我总不能因为你们的一个临时的要求就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吧？哎呦，丁总监，大家都是为了公司好嘛。再说了，我觉得你这个整改方案确实应该简化一下。一个发布会几个小时的事情搞得那么复杂，哎，你看啊，这 Vincent 总都已经那么拜托你了，你就通融一下嘛。哎，这样，他结束之后你再开始，两全其美，这不都好吗？一大早这么热闹啊，有什么好消息要跟我分享啊？
泰尔总好。泰尔总，您的咖啡。Thank you。那个，我刚刚正在跟丁总商量活动场地的事情。就是我昨天晚上给您发邮件的那个申请。销售部是我们的发动机啊，发动机要是出了问题，那么整个公司的运转肯定都会受到影响。慧乔，你跟温斯特能不能商量一下，看可不可以？泰瑞总，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一个公司想要好好的、长远的发展下去，那么尊重他们所制定好的规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是个例外的话，那请问一下，身为一个领导者，要如何服众管理呢？大家喝咖啡，来。请进。坐下说吧。抱歉，泰瑞，我刚才没有要针对你的意思。只是我初来乍到，需要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大家了解我的做事原则。虽然那三米说了很多次，说丁慧乔怎么强势，今天亲眼所见还是有点意外呀。啊？那么销售部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您放心，我会妥善安排。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事方式，我能理解。跟 Koi 的合作，温森特一直没有搞定，你一来就卯足了劲儿给他一个下马威，明显你是听到了我要调职的风声，所以是冲着这个位置来的吧？没关系，我欣赏有抱负的人。听温斯顿的同事说你对威士忌颇有研究，略知一二。哈，那就好。这两天我在约一个重要客户，他也喜欢威士忌。如果约好的话，可以一块儿去喝2杯，交流交流，怎么样？可是我现在很少喝酒了。那没关系，喝酒是小事。只是对你来说，拿下这个客户，也许是你弯道超车的好机会。照片性感吗？没觉得。美人儿，你知道吗？男人眼里的性感通常得有关皮囊声色，而女人眼里的性感就更苛刻了。在此之上还要加上专注和深情。果然，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。若两者可以合二为一，我的妈呀！反正我呢，要是要找一个人共度此生，我要找一个帅气的大厨，那双温柔的手，白天晚上为我御肉。代谢，没有情趣是女人被甩很重要的原因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抱歉，我迟到了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，耽误了15分钟。这样，我把我们的课时往后延15分钟，好吧？行，开始吧。在吗？
我男朋友失踪了，我到处都找不到他，我该怎么办啊？还没有找到刘科呀？简直是胡闹！不就分个手吗？至于搞成这样吗？连工作都不要了？儿媳，又是那个，咱们后天就得给出资方最终提案了。刘科不在，客户要是问起来，咱们怎么说呀？就说他辞职了呗。项目已经推进到这个份上了，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的变动影响了整个合作。先散会吧，下班之前优化一下项目的提案。德旭，有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该说你是乐观的还是缺心眼儿。人家出资方本来就看着刘科老丈人的面子，才愿意跟咱们推进项目合作的。现在你告诉人家刘科辞职了，人家不得问为什么呀？万一人家要是怀疑咱们公司用人和体制上有问题，那不得影响人家对咱们的投资信心吗？啊？那要真是这样，就说明咱们的项目不够好，或者是出资人的意向还不够明确。段旭，你现在就给我出去上市场上扫一个，就算泰山崩于前都愿意投资我们的金主去。市场那么大，项目那么多，人家为什么死乞白赖的要投资咱们呢？啊，做生意嘛，哪有100%不掺杂人情在里边？你懂吗？那要真是这样，咱们就死路一条了呗。那倒也未必，只要戴西西愿意出马，那就万事大吉了。戴西西，他不是已经辞职了吗？而且他是做行政的，什么都不懂啊。他需要懂什么？他需要懂什么？他就是一个打开对方大门的钥匙，一个吉祥物。他只要处在出资人面前就行，剩下的就靠你这张能把活人气死的嘴，就给我搞定。哥，你把戴西西给我请回来。我不去。哎呀，项目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还跟我这闹脾气？我没跟你闹脾气，是您在跟我闹脾气。那我去跟他说，他也不一定能答应啊。不是你都没去呢，你怎么知道？戴西西，我跟他关系不好，又不是什么亲密战友，而且他一直看我就不顺眼。那你就想办法让他看你顺眼一点，反正我不管你怎么操作。总之，以前就你跟刘科他们俩走得比较近。他喜欢你也好，讨厌你也罢，那都是亲密关系的一种表现，不是吗？哎，你别在公司待了，今天之内把戴西西给我请回来。我跟你说，其他投资人要问起责来，咱们公司可吃不了兜着走。年终奖不要了？胡总，哎，我都管你叫段总了。去，段总。大中午的你怎么回来了？给你们买午餐啊。那么好，西西没事吧？你看，我就知道吧，这么关心他。没事儿，我上午还让他去给他房间送了点吃的。他最近不是睡眠不好吗？所以后来我们就没再去打扰他。这么不分日夜的也不是办法哦。
回去叫他出来吃饭吧。听见没有，温小阳？叫重点保护队长起来吃饭。哦。什么可吃的？吃饭啦，西西姐。手机在这儿，人没了。你怎么说话的？什么叫人没了？你们不是说在家里一直看着吗？不是我想反正小杨在家嘛，所以我上午出去2小时，我办点事儿。我以为我姐在外面，我就睡了2小时回笼觉。你们俩可真行，赶紧找人吧。哎呀，你不用那么着急，你担心什么呢？像戴西西这样一天到晚想结婚、咋咋呼呼小姑娘，生命力旺盛着呢。你怕什么？怕她自杀？至于吗？你这孩子，我跟你说，我让你办点事儿，你就从来没有靠谱过。喂，戴西西啊，我现在我那个就在你家门口呢，你什么时候方便咱见一面？你是谁？我是段旭啊，你不是有我电话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戴西西的朋友，她忘带手机了。哦，那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？请问你是？我是她原来公司的同事。我们也在找她。你们也在找她？不是，她出什么事儿了？不瞒你说，她这2天的精神状况不太稳定。今天下午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就偷跑出去，手机也没拿。总之，我们很担心她，也在找她。你呢？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，就麻烦通知我们一声吧。哎，我刚才我就在她家门口呢，我摁了半天门铃也没人应，我估计是没人。我们正在去的路上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你先进去看看吧。我进去看看。门锁的密码是942166。那我现在进去了啊。多少？942166。哎，门开了啊，我进去了啊。戴一希，戴一希，戴一希晕倒了。啊？戴一希，戴一希，戴一希，快吐出来，快！你干嘛呀？你快吐出来！你学人吃安眠药自杀是不是？谁吃安眠药了？你才自杀呢！你没事吧，大哥？我都好多天没睡觉了，我好不容易睡着就被你叫醒了，被你拍死了！让开！我给你倒杯水去。你是上天派来整死我的吧？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不是晕倒了吗？哎，没有，我就回来拿褪黑素，为了让药效快点，我就做了会儿冥想，我睡着了。我可真操不了这心。你们不会以为我自杀了吧？你没事吧，乔乔？我戴西西再怎么没出息，都不至于拿生命开玩笑吧？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搞错了。你哪位啊？
我是戴西西的同事，来找他说点事儿。说事儿就说事儿，那么使劲拍我，内脏都碎。是刘科有消息了吗？那倒是没有。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要说就说，谁要跟你借一步？你看啊，这个呢是礼物，胡总呢想请你出面帮我们谈项目。我啊，就是你之前帮那个刘科牵线找投资人的项目，刘科不是辞职了吗？我们吧怕对这个项目的提案不利。不利就不利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多大了？32。你什么都不用干，你就出面坐着就行了，其他都交给我们。我都离职了，公司还想利用我？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，这不是利用。你看啊，公司养了你这么多年，现在希望你帮公司出点力，这不过分吧？什么叫公司养了我这么多年？我每天准点上下班，我什么活都没少干。刘科捅的娄子，凭什么让我收拾啊？我都这样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只不过是大家都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的干，都想赢，对吧？我不想让他们失望。不是你。算了，是我唐突了。我觉得我现在这样也挺丢人的，打扰你们了。你站住！我愿意帮你们出面。啊？你帮我找到刘科，就算我们真的分手了，也不能躲我一辈子吧？我就想见他最后一次，把所有想说的都说清楚，我就甘心了。那我试试吧。你干嘛呀？把这家弄乱一点。你疯了吧你！住手啊！你在干嘛？你有病啊你！好，就这样，不要动。你不就想跟他见面吗？报警吧，你就说他要非礼你，还砸了你的家。等警察找到他，你们就能见面了。你没事吧？他是我男朋友。哎，雪儿，你就别添乱了。刘科已经够怕西西了，你这样就算找到了又如何？只会闹得更僵。僵还能僵到哪儿去啊？你现在的目的不就是要找到人解恨吗？哎，不然这样吧，刚才那小哥哥也不错，拿下吧。无论你今天是不是真的想自杀，他都算你的救命恩人。对救命恩人应该怎么样？以身相许啊！刘科的朋友吧，多好的绿色人选啊！你要是真跟他在一块儿了，刘科得高看你一眼。温小阳，你干嘛呢？那个意外啊，我就是吧，走到这儿的时候，罗盘突然失灵了。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你这面墙里面肯定有什么东西在影响着房子的磁场。西西姐，怪不得你会和刘科分手，这房子的格局和风水对婚姻不利。你怪，我跟你说，你干脆啊搬出去住，我替你守在这儿。如果刘科来了呢，我直接把他摁在这儿，然后马上通知你，怎么样？温小阳，你怎么比我还不靠谱啊？跟你学的呀，你就不靠谱。胡说八道，我揍你啊！你揍得了我？哎，你过来试试啊！你们两个都别说了，不要吵了。戴西西，绑顿电话给我。你干嘛呀？解约，搬家。还有吗？
么多年才填满的东西，这么快就清空了。要不是你拦着，清得更快。鲜花是湿垃圾，失恋的情绪是有害垃圾，而刘珂属于其他垃圾，连被分类都不配。少的是笑话。谁没当过笑话？我本人就是一本笑话大全。走吧，是你的跑不了，不是你的跑了更好。谢谢老大。怎么还有事儿？老大，你说丁慧乔那天在例会上是不是太嚣张了？怼我也就算了，连你跟 Terry 都怼，反正我是看不惯。过程并不重要，最终的结果，他不照样把排期给让出来了吗？老大，你是不是对丁慧乔太心慈手软了？反正他最近跟 Terry 总是鬼鬼祟祟的，听说俩人还要去度假村见客户，明摆着看着 Terry 的位置要跟你抢啊！怎么，你是觉得我要输？那怎么可能呢？他现在自己的位置都没坐稳呢，还想往上爬，太自不量力了。不过要是 Terry 吃了他那套，可就麻烦了。你呀，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别老盯着别人，赶紧去忙去吧。你呀，就是太高冷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刚才说什么度假村？多媒体厅的事儿，谢谢你啊。谢倒不必了，但如果以后还有什么需要商量的话，你最好不要专门选在开大会的时候逼我让步。如果我不想让的话，逼我也是没用的。我完全没这意思。没有就好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你和 Terry 要去度假村，消息够灵通的。刚巧那天我也在度假村附近，如果你需要帮助，可以给我打电话。我需要什么帮助啊？需要你来跟我分享胜利的果实吗？总之，少喝点儿，保护好自己。美人，你太辛苦了，我刚榨了一杯豆浆。谢了。不行。怎么啦？有主了？那倒没有，可我们餐饮部的小姑娘们都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个个跃跃欲试。那不就完了吗？也不差我这一个呀。那能一样吗？哎，你说这万一你跟人家分手了，我怎么跟人家当同事啊？反正，别想从我这下手，要胜靠自己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你误会了吧？我上次在你的酒店分手的时候，是他出手相救的。我只是想送他一点礼物，表达我的感恩之情。他家地址给我一个。我是温如雪。你不会是想要把自己装在一个箱子里面，然后打一个大大的蝴蝶结，把自己当做礼物送过去吧？怎么可能？这样的事情我只会为你一个人做。你看还不相信？我在京东上面订了最好的松茸，好的食材不是厨师的心头好吗？那你可以送到酒店去啊。反正这种公然泄露员工信息的事情，我做不来。谁让你公然了？你在自己家里
电脑忘关了，手机没有锁的情况不是常常会有吗？快点，给一个，不行。我还以为啊，咱们俩的友谊就这么结束了呢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之前一直没联系你，是因为怕麻烦到你。我知道西西一定会尽他所能去找我，你呢又是一个经不住死缠烂打的。哎，对了，他已经从你们之前住那房子里搬出去了。你房子找的怎么样？刚签完合同，现在找个房子可真难。其实也不难，只要有钱啥都不难。哎，我就纳闷了啊，不就是分个手吗？你干嘛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啊？好像这人生还要重新开始一样。我也想潇洒一点，但是我太了解戴家的做事风格了。如果我继续待在公司，可能会被逼得更惨。所以啊，我必须要逃离原来的生活，要不然有可能某一天我还是会选择退让，然后这一辈子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了。哎，对了，咱们那项目现在做差不多了，这个时候你退出，你不后悔吗？我之所以把事情做得这么坚决，就是不想给自己留后路。我现在找工作都不敢在之前的资源里找了，哎，反正也正常，哪有革命没有代价？我还是觉得呀，不就是分个手吗？对吧？你跟戴一希把话说清楚，没有什么聊不开的。你说戴一希这不离不弃的，拖泥带水，以后更麻烦。那天该说的话都说完了，都是大实话。你帮我转告西西，让他找一个更喜欢他的人，他值得拥有更好的感情。哎，请问哪位是刘克先生？我是。一位女士留了东西给您。你带他一起来的？怎么可能啊？我们往往以为，在失去爱情的时候，看到的都是自己最软弱的样子。可当我们跨越了之后，再回头看看这段日子，会发现，这才是我们最坚强的时光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你们俩的事儿，以后别再找我了。对不起，段雪。本来我只是想好好跟他说一声再见的，但是现在好像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对不起啊，这段时间打扰你了，麻烦了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不会了。
请问你是温如雪女士吗？我是，您哪位？您有一件京东生鲜放在我们家门口了，应该是房间号搞错了，要不要我给你放到物业去？不好意思，你是哪个房间啊？我在3单元6A。我是8A。哦，那估计是快递员搞错了。您看这样好不好？如果您方便的话，您先帮我收着，我一会儿回家自己去取。也行。好，那就麻烦您了，一会儿见。不好意思，我要这个。好的，稍等。你好。真巧啊！什么？我们之前见过，对吧？哦，对啊，是你呀，真是太巧了。上次不好意思啊，让你见笑了，还好有你救我。客气。有点沉，我帮你送下去吧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我想先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啊，松茸，肯定是我朋友寄给我的生日礼物，这么多我哪吃得了啊？哎，这样吧，送你一些吧，反正我也不会做，这么好的东西别浪费了。你生日啊？哦，对，就算一个人，也要好好过生日，对吧？进来吧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做给你吃。方便吗？来，给你买上。谢谢林总。好好喝啊，今天。哎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泰瑞，啊，不敢当。晚上。慧乔啊，林总是刚刚升任的大中华区的总裁，你也知道，林口在国内从来没有办过这么大型的商业活动，所以这件事儿你一定要给他办漂亮了 ，OK？ 感谢林总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机会。这个是我参考贵公司以往做的活动，在符合中国市场的现实因素基础上做的项目方案，希望请您过目一下。慧乔，饭桌上先不要谈具体的工作。看来丁小姐啊，是一个急脾气啊！哎呀，提前做了这么充分的准备，不着急啊。合作的事儿，咱们慢慢谈。来，请坐。今天啊，咱们主要是以酒会友，啊，这个呢是我去苏格兰的时候当地合作方送的，大家都尝尝啊。来，丁小姐。不好意思，我戒酒了。泰瑞总，不是说丁小姐对 whisky 特别有研究吗？怎么到我这儿就戒了呢？哎，哪里呀？慧乔好歹是个女孩子呀，当着一桌子大老爷们儿，怎么着也得矜持一下嘛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明知道林总今天是兴致勃勃地邀请大家来喝好酒的，还驳你的面子，那不是故意的了吗？也不要给丁小姐太大的压力，实在要是不能喝呢，也不勉强，啊，只是我怕这场面有点太难看了吧，啊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是我失礼了。林总，我敬你。你看，干了，啊！好酒量啊！来，大家坐啊！哎呀，看来丁小姐刚才啊，的确是跟我们真客气。这据说酒量好的女同学呀，那可都是有故事的啊！你且讲你的故事，我这酒管够啊！没关系，不用了，给你倒上。好，知道。
这杯我敬你。现在这个场景，我特别想庸俗地说一句：做你的女朋友一定很幸福。当爱从床子落到了锅碗瓢盆，才是真正的陪伴，而不是露水情缘。不见得。不要被男人的外表所迷惑，外表越是华丽的蘑菇，毒性越大。想要探求鲜味的妙处，自然是要有试错的勇气。还好，我这个人自愈能力和抵抗力都很强，所以呢，有底气迎难而上。坐吧，龙汤真热才好喝。谢谢。来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好的食材总是让人没有办法拒绝。那所以，你是因为这个才放我进来的？不全是，因为你的用心良苦。某一天，突然间看透自己的平凡，没负担，更自然。某一天，突然间发现，从来没有永远，就请别再留恋。相遇、相恋、相伴，离别、聚散，真心爱着剩下的，交给时间，交给时间。